昨天的立法院场内很热闹，场外也一样据说有超过10000人在包围立法院。所以当韩国瑜喊散会的那一刻，我们看到呢，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走到场外来跟这些这个支持的群众致意。你可以看到呢，当时的画面是这样这个宣布散会的时候，场外嗨喊情绪非常高昂的喊谢谢民进党，谢谢民进党，这是什么意思？10000人抗议挤爆立法院的周围，的确这个画面看起来是蛮壮观的里头在挑灯夜战，外头一样也是我不知道从哪来，就是各个角落号召过来的人在外头这个集结不过如果你仔细看的话立院外头有非常多的公民团体或是个人，他们喊着一个人的名字，那个人是黄国昌。很多人说黄国昌出来面对，黄国昌你昨是今非呀黄国昌你出来打球甚至我们看到王世坚今天也大骂黄国昌，说你立下了标杆，你就是伪君子的代名词。我们来看看，部长刚上来，我们一定都有善意。声音明显低沉许多，民众党立委黄国昌这回质询新上任的法务部长态度放软，或许也跟前一天拼国会改革历经表决大战15小时，全世界都把矛头指向他。因为那个场景太过惊悚，所以我决定转过来，让大家看一下我俊俏的脸庞。民进党立委不满黄国昌背叛学运，直接把手上的太阳花砸过去，还高唱着岛屿天光，甚至被王世坚开枪是伪君子。进行人身攻击的话，我只能够说民主进步党堕落的速度让人不敢恭维。黄国昌不以为然，但同党幕僚陈之涵助攻，连发10张的国会改革版本对照图。因为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质疑2读通过的调查权根本是人人都有奖，有机会被罚到破产，是解释空间无限的霸王条款。对人民以及一般的民间企业来进行查水表，那这样子的一种法律侵害的是人民的权益。细看国会调查权，可要求政府机关部队，甚至到社会上有关系人员提供相关文件，若拒绝或隐匿，最高可处10万元以下罚锾，而且是按次处罚。重大弊案才有可能经过院会决议如果说今天这案件不重大，院会轻易启动听证调查吗？认为民进党只读想读的，至于藐视国会罪，官员不得反质询，最重可罚20万元罚锾，并得连续开罚。博得经出席委员5人以上联署或复议，院会决议后，才可移送监院弹劾或惩戒，把修法法案厘清，就怕被片面解读。好，这条新闻有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绿营或者是我们看到执政党非常恨黄国昌我们看到太阳花世代的年轻人都在场外喊黄国昌出来面对。吴沛忆过去也曾经参加过太阳花嘛看到他在场内抡起拳头，非常激昂的说这个黄国昌你是怕面对人民，还是10年前的自己？黄国昌就站在他后面呢，观众朋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太阳花在这里嘛所以也有一些人拿着这个太阳花跑去后面找黄国昌说在这里来，这个手应该是吴思瑶的手，他拿出一束太阳花给黄国昌说你的太阳花你敢接吗？你敢接吗？结果黄国昌拒拿太阳花而且他们在现场唱岛屿天光，然后黄国昌在后面冷笑说你们是东施效颦。来，委员，其实黄国昌不是不接他是不配拿太阳花的给他，他懒得接这个我必须因为我刚好站在旁边。另外一个现在大家都在流行一句话嘛，也就是说绿营前党批评一个人，就代表黄国昌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个情形，黄国昌这一次坚持国会改革，他是非常坚持的。那另外这一次我在看民进党，人家说当家不闹事，我现在才发现到他们根本就是在闹事。可是这一次让我比较感觉到中国国民党现在完全跟以前的战力是不一样的，战力提升。对，他的战力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守第一道门的时候，他确实战力跟过去不一样。可是台湾民众党的立场就是
国会的改革的立场，我们很坚定，所以讲快一点。民进党一直在骂黄国昌，一直在骂傅昆萁，我要告诉你们，他们两个就做对的事嘛，就是国会改革，两党都很坚持。可是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今天国会改革是你们8年前骗台湾老百姓说你们要做，可是你们不做啊，换在野党两党来做，啊，有什么讲快点？有什么不可以的事？他说你们黑箱了啊，所以他这个黑箱，我说他们自己要去检讨。说实在的，用意识去干扰，每一条就让你们重复表决，每一条就是钦点人事等等的这些东西的会议规范。韩院长都做了，按部就班，每一个都依照会议规范以及我们立法院的这个所有规定去做。所以像你们不实在的话一直在讲，也是恐吓老百姓、骗老百姓。所以我可以跟各位报告一件事，像在外面这些人，我请问民进党，你们所有的立委，这些人是不是都是你们的子弟，都是你们本来拥来的人？你们自己扪心自问，你们动员这些人来干什么？事实上，这些年轻人是最无辜，他们有他们的理想，但是不是像民进党所讲的，我们在做这些改革动作就是黑箱，没有这回事，只有担当协调。你柯建铭去跟韩院长说休息协调，院长就照着他的意来协调。可是第一次要协调，说你不舒服，你也不进来。那第二次谁不舒服啊？就是柯建铭嘛。柯建铭说我不舒服，所以我才不去。好，第二次他说，这个现在比较舒服了，可以去。对，才可以去。可是一去又在谈过去的过事。但我们认为韩院长已经做到，你说要协调政党协商就政党协商，反而两党都是来政党协商，结果你到最后又不协商，那又怪韩院长不协商。你说这种人到底怎么样去批评他？我也不予置评啊。70几回啊，我们还是要尊重他是老大哥。可是昨天他很闹鬼的，我想我们两位委员都在这里，他就是提散会动议这些，一直在提，还是增加表决，是最后拿出在108年是柯建铭提说只提过一次散会动议以后就不能再提，那是苏家全他提案的东西，院长到最后才跟他练，所以才没有提。所以啊，我们那个时候好像大家都说谢谢柯建铭，谢谢柯建铭。所以我在看台湾人民一定要非常理性，多看 TVBS 最公正。来，议员，我想黄国昌委员哦，他在直播的时候，有人问他说，那究竟现在这个立院到底是在审什么法案？法案内容是什么？他就讲了一个，现在条文是最高机密啊。他自己亲口说，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审的时候，他讲还没有审呐。那像昨天，没有，你们在首页的时候，他在直播的时候说，人家那个是私人谈话，你们拿来那个，因为还没有开始审，是517之前呐。对，所以不能给人家扭曲。前面那个晚上在首页的时候，首页的时候他直播的时候，他说是最高机密，他说是最高机密。那很多人听到就说，黄国昌，你作为一个法学博士，你又过去要讲说要改革国会，你今天从你的嘴巴里面讲出来说要审的法条是最高机密，真的非常多人没有办法接受啦。好，那我这边我想因为很多大家的前辈哈，那我就比较不好意思，我来分享一个好了。这个过去民进党在前瞻建设计划特别条例15条。好，那对于很多人，大家也会觉得，这个有很大的争议，有很大的这个想要好好讨论，所以这个案件审了104天，那他办了6场的公听会，在联席审查委员会进行了5次审查，朝野协商2次，院会表决的时候呢，各党提案总共有80案，表决了59次。我的意思是说，其实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在国会是这个最多数，
我相信任何的议事攻防，就立法院来讲，其实也都是常态，不只是在立法院，在各地的这个议会议事攻防也都是常态。那既然今天国民党跟民众党认为你们提的法案有道理，那何不多花一点时间，好好的说服人民，我们要审的是什么？不要像黄国昌委员一句话说最高机密，这难怪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啊。我补充一句了，当年前瞻计划表决这么多争议。国民党也没有发动群众去包围你们，包围立法院呐，所以说不过人家，表决不过人家，就要是我们不能。好来说，昨天议员都在聚众，到立法院就说，昨天民进党的议员都在纠正，我认识的议员就跟我讲，他昨天都在揪人。我说很简单，他当初在讲这句话，最高机密，对，最高机密，这你知道那个时候是什么情景吗？你们就抓住这句话，那个情景是。那个民视跟三立就在那边照，就是在首宴的时候，对，所以最高机密，是这样。半开玩笑，这个有什么最高机密呢？我告诉你，政党协商啊，最少6次，他们就是没有结果。第二个，说实在的，当初在那种情形，他干嘛要告诉你们？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发出去。民进党提案，你说发出去是发到哪里？上网了，已经上网公告了。上网了嘛？在委员会的部分，大家的提案有更充分的讨论。我听的，你弄错了。委员会民进党提了40次散会动议，对，他不要讨论了，不是没有讨论，他不要讨论，所以你们完全是扭曲的。再来前瞻的计划，我在场，然后最近有个影片出来了，邱莹当主席。第几条通过？第几条通过？有意义，不到30秒。我们一直有意义，通过。我在旁边就照了我的照片，旁边是李彦秀，还有柯志恩都在。对，然后我们一直有意义，他不管你啊，邱莹根本不管你啊。昨天的韩国有意义停下来，马上处理。邱莹理都不理，然后前面是你们柯建铭号召了全部的民进党立委团团的围住，我们在后面有意义，通过，理都不理。完全没有讨论，你的资讯是错。没了，我还是要呼吁所有年轻人。我的资讯大概没有错误，但我相信这呼吁年轻人。在不同的立场，当然有不同的看法。来，这一个法案审104天，你说前瞻没有审104天了，没有啦。我跟你讲哈，我跟你讲，我们国会改革法，如果大家都觉得现在很模糊，那有没有办法我们停一下脚步，说明清楚给大家知道。我们也可以先办可以协商，但是每一次柯建铭去协商的时候，就是不协商嘛，他不讲内容啊，他跟你讲比其他的，你要了解这个啊。我还是要呼吁年轻人，不要听那种断章取义的。这基本上。国民党跟民众党提的这些东西，都经过非常多次的协商，还有个体版本。像昨天，我要跟各位所有好朋友投诉，我告诉你，自己民进党提的案，26条、28条、31条，还有23条，我们要用。民进党的版本，他们自己还是反对，有人这样吗？其实很清楚的是程序，其实很清楚，观众朋友，程序嘛，其实很清楚，民进党是想用瘫痪议事的，不要这个审这个法案了，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新任的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今天到立法院去拜会韩国瑜。行政院长卓荣泰上任第2天，今天中午与副院长郑丽君一同到立法院拜会院长韩国瑜，要代表新政府行政首长向最高民意机关致意，也希望能够缓和近期朝野冲突。可以看到韩国瑜想要让气氛活泼点，双方会谈将近20分钟。而对于媒体问到卓荣泰院长是否会担心2读通过的藐视国会罪，虽然他没有回应，但是他微微摇头，给了答案。
好，卓内阁的这些官员呢，是不是比较温柔哦？因为有很多都是第一次这个担任这个各种的这个行政的职务哦，包括您看到彭启明，他过去是民间人士，他是气象专家，他在立法院被询第一次的处女秀哦，他说我不担心藐视国会罪，因为我从小我就不顶嘴。那另外看到文化部部长李远就是小野哦，因为他是作家嘛今天他在立法院他说。我平常比较爱开玩笑，不过我到立法院我会严肃一点。来看看，我蛮轻松的，因为我昨天开夜车再看一遍所有资料。其实我蛮怕，因为我讲话乱讲的，而且我是一个蛮轻松、很爱开玩笑的人。那以后到立法院，我觉得稍微严肃一点。立法院通过藐视国会罪的2读。我个人来说的话，我是尊重大院的各种的指教啦。我是一个非常nice 的人，所以我很少会去生气，所以不会顶嘴，就对。我很少顶嘴啦。是乖宝宝，不会顶嘴。第一帮立委质询，说到做到。现在不能乱讲话了。是。昨天已经2读通过了乱讲话会罚2万到20万来，请教乃金。对，因为有好几位像这个小野啊，还有这个彭启明啊，就是都算是蛮熟的啊。我想这个彭部长他所要面对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当然不会是说他有可能会藐视国会罪，我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彭启明身上啊。我觉得他们要面对到的比较严肃的问题，他跟这个经济部长都是有关于我们能源政策的问题啊。那彭启明呢，他在之前的时候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有很明白的讲说，到目前为止，因为都还没有任何的改动嘛，那所以呢，还是照着这个非核家园的政策这样去迈进。那我就非常的好奇，就是接下来这个经济部长他到这个立法院的时候，他怎么样面对这个我们马上就要面对的这个7月份的时候，核三厂的1号机呢就要停役，我们马上就要面对这个缺电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啊，对台湾来讲。那至于这个小野，因为我想很多人都是他的小说的读者吧，他的这个咏之声，而且呢，他那个时候呢，他跟这个吴念真他们在当时的这个中影啊，推动这个新电影呢，做了很多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我高中的时候呢，就因为访问他啊，就认识他。我觉得小野他是一个，就相对来讲他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人啦那所以呢，他未来在这个文化的这个部分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亮点呢？我想很多这个文化界的人士也在看了不过呢，因为文化的确不是这个赖清德政府他现在接下来要去面对的一个重点我只是希望就是说，小野呢在担任这个文化部长的这个期间的时候呢，他比较要致力的是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我们大众文化的一种素质上面的这种提升包括不管是阅读或者是艺术这一类这个方面的一种普遍的一个文化素质的提升，而不要进行一种意识形态上面的文化的清除和扫荡。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国家的悲哀了。是，来，淑慧，我想要讲一下所以是民进党反应最大就藐视国会罪。事实上，如果大家去看藐视国会罪的条文我是民代，你也是民代条文内容是本来就该做的，根本没有增加官员的义务。你要据实答复，不得无故缺席，不能说谎，不得反质询，不得说谎。大家知不知道这简直就像是要求小学生最低的标准了？质询要到不可以无故缺席不可以反质询不可以说谎不可以顶嘴。对，没有不可以顶嘴这个部分，你当然可以答复你可以据理力争好啦，但为什么这么最低的要求必须要用藐视国会罪来处理呢？就是因为民进党过去爱答不答，还会呛你瞎，想来就来不来就不来所以到底是官员不对还是立法院不对呢？美国也有藐视国会罪而且伪证很严重。对，所以今天为什么要把官员最基本应该要做的行为守则要变成藐视国会罪？那要去问你们这些官员过去到底在克谁什么嘛？你自己也是议员，如果今天侯友宜的市府团队爱答不答、反质询、反呛你，我就不相信你会说好没关系，我修养好算了。不会你也会说你藐视议会
民众为什么选出立法委员来，就是要防止行政权的独大嘛。今天国会改革无法，它影响到的只有谁？官员呐。说真的，就是那一些官员啦。他监督的就是官员，可是过去民进党修的反渗透法、国安无法，它针对的是谁？它针对的是一般民众。你们在那边造谣说什么？土风舞的大妈会约到立法院，真实的状况是什么？里长去大陆回来，一下飞机就被带走了，这个是真实的状况。所以过去国安无法或反渗透法，这些人没有喊人权，然后现在去监督官员要喊人权，我真的觉得台湾的这个人权是莫名其妙的。我想再讲一次哈，不可以反质询，要据实答复，不可以无故缺席。大家觉得这个标准很严苛吗？来，议员，你觉得这个淑慧讲的有没有道理？还是你们到底是来反对什么？我觉得是定义的问题。什么叫做反质询？例如说，可能刚才议员讲的，我不是听得很清楚。议员可以再说一次吗？这算不算反质询？当然不算啊。所以定义说藐视国会罪之就是藐视国会，所以定义不清楚嘛？你说定义不清楚，定义不清楚，还要通过院会决议啊，又不是说我说你藐视你就藐视，把条文看清楚，决议才是反质询啊。所以第一个我就认为这没有要定义，请问质询要不要定义？质询要不要定义？你告诉我。没有，所以这件事情若反质询，那官员如果说确实有问题不清楚，或者是说对于可能有一些委员提出来的是错误的，想要他多做说明，这个时候会不会有落入这个所谓的反质询的范围？苏珊珊面对我的质询说拍我桌子算不算？你可以接受？新北市官员拍你桌子吗？呛你瞎说你吵死了，你可以接受吗？你是议员，如果你可以接受，我佩服你。拍我们立委，我们当然都不需要接受了。我们就那我要说，如果同样的情况都要移到每一个地方政府、地方县市政府是能够接受的吗？地方议会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运作吗？可以吗？例如说有一个首长同意权，我就很好奇，如果我现在去新北市议会提案说，新北市政府未来你侯市长，无论你下一个市长是谁，你的首长都要经过议员的同意，合理吗？人事同意权，我很多首长我都不认识，我要怎么同意他呢？不，其实这个同意权的部分，这个同意权的部分在这次里面并没有扩张，它也是针对的，对，它是针对现在命令下的跟你那不一样。对，它跟这个跟美国像比如说你什么大使啦，还有一定的层级的这个官员呢，要通过这个国会的这个听证，然后同意权，这个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差很多我们现在有规定的哪一些要通过这个立法院的同意权，它这一次只是在程序之中把它规范的更完整一点，比如说什么要审查学经历背景，对学经历背景，还有论文，然后要审查立法院同意，对，审查至少要1个月。我觉得民进党这个很离谱哈，然后这个范云呢，还有很多这个立委呢，在这个审查的过程之中呢。就是真的是说了很多的话，一直在说，特别是呢，他们一直在打说什么反黑箱、反黑箱、反黑箱，就是要把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呢打成，就是说不让这个讨论哈，就是硬是要通过条文，还说我们是人大。对，但事实上的状况不是如此啊。还说我们习近平叫我们做的，对，我要郑重告诉各位，我们不是任何人叫我们做，是台湾人民叫我们做的。问题是习近平叫他们做这些东西要干嘛？就说很奇怪，逻辑完全不通，而且是民进党呢，他没有心要讨论，他不想要讨论。没有，我就要提一下那个严议员，你得到的资讯是错的。这个新北市什么人事没有要你们同意，没有多少人没有我们同意，而是什么公平会的委员要我们同意。对啊，公平会委员要我们同意，是本来就有的。考试委员、监察委员，就过去来讲，呼隆一个多礼拜就过了。我们希望审查时间长一点，我们希望背景长一点，是宪政体制要我们人事同意权的，跟你讲的是完全不一样。我建议国民党跟民众党可不可以做一个图卡，把这些东西都有清清楚楚写下来，我们的传输管道没有像别人那么多，所有民众都知道这个比较重要。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
好，昨天下午下大雨哦，观众朋友住在台北市，像是我们女性啦，或是有小孩的，家里有妇孺的哦，大家都会奔相走告说，你下班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为什么？因为有一名39岁的杀人未遂犯，他在基隆就医哦。因为他精神上有一些状况哦，就医的时候在介护就医的时候逃脱哦，而且一直跑到了台北市来哦。这一位先生哦，这一位罹患精神疾病的先生，曾经持酒瓶在去年1月的时候攻击一名路人，差点把他给打死了，所以他才被这个收起来哦，就是收起来保护管束哦，甚至是这个监控医疗。这位杀人未遂犯哦，窜逃北市4天喽，他的轨迹啊，有一些部分被监视器录下来，包括在西门町商圈待了9个小时，在成都路闲晃的影片呢，也透过媒体传送给大家，主要是担心啦，担心说他攻击别人，所以要大家稍微注意。可是观众朋友，大家还是会心慌，会怕，因为昨天中午不是发生在台中市在捷运上有喋血案嘛？有一名20岁的男生持刀随机砍杀捷运上的乘客，所以大家人心惶惶。我们来看看。穿着白色上衣，走在万华热闹的成都路上，他就是基隆逃犯简姓男子，看起来很熟悉这里，知道哪条路怎么走，完全不陌生。边走边东张西望，一看到警车路过，马上就躲起来。但这是19号晚上的身影，隔天他又出现在和平西路3段。19号简姓逃犯从医院跑了，当天地检署刑事局紧急发布通缉令，但直到21号下午，基隆的警方才调到，人早就出现在台北市，被指控根本慢半拍。有民众报案说，在剑潭站看到他捷运，也有民众报案说看到他搭公车一路坐到了内湖。那目前呢，全台北市的学校都是禁止外人进入，因为学校里面有水源可以休息，再加上还有厨房。那除了学校之外呢，车站也是重点。台北市警方连夜调监视器，终于有了新进度。简姓男子出现在万华，每次走累了就短暂躲起来休息一下，有体力了再继续步行，整个行踪飘忽不定，让人心痒痒。基隆这位受监护处分人逃逸之后，我们在5月19号掌握他搭了客运在松安区下车。昨天我们警察局接获了刑事局的通报，我们即刻强力查缉。所以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掌握行踪。那目前正强力追缉当中。蒋万安表示有及时掌握，但也透露21号才接获通报，似乎沟通出问题，也显示出地方掌握的速度太慢，居然让一名杀人未遂犯从基隆搭车到台北市趴趴走，民众能够不慌吗？好，简姓男子他是穿着深色的长裤、白色的 T 恤哦，外头有时候会罩上这件格子的衬衫。那他身上没有财物，也没有使用手机。病况为思觉失调症哦，有幻听哦，他白色上衣、黑色长裤哦，那具有精神病历，以及最重要的是他有攻击性啦哦，因为有攻击性，所以大家比较担心。那大家看到了蒋万安说19号就已经知道了他来到了台北市，可是21号才收到中央通知，感觉上他有在抱怨哦。那这个警察说因为有攻击性。有攻击性，可是现在人在哪里其实还不是很清楚哦。此刻不晓得他在哪里哦。那警方持续追踪，当中哦。那北基各级学校现在都暂停开放，因为有时候会开放给大家进去跑跑步啊、运动啊，现在全部都暂停开放。对。我们大概是5月19号掌握他坐公车啊，到南京东路跟3民路口下车。那接下来他就用徒步的在台北市这样子闲晃。那为什么会走到万华？我们研判可能是有地缘的关系，因为他之前的杀人未遂就是在万华发生，他是持着玻璃酒瓶在路上随机攻击一个妇人啊。那先澄清，他不是在基隆就医，他是戒护处分在基隆医院啊。所以这就让我们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医院里面有这样戒护处分的犯人在哈，周围的民众。或者是说他戒护处分的行为管束的强制度到底多大？居然抽个烟啊就可以跑出来了哦！那全台湾还没有这样的情形啊，这是第一个我们恐惧的。那第二个，之所以会有一点点时间落差，蒋万安说我们知道他19号来，可是刑事局居然21号才通知我们，是不是因为台北市警局的局长被任命成警政署长，所以这几天啊，警政署他们
正在喜气洋洋的升官，好，就反而疏忽了这件事，我是高度的怀疑。我是昨天的时候听到有家长哈在跟小朋友说，晚上就不要出去打球了哈，就直接回家。我才想到说，对我们校园安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晚上校园都是开放给民众进来运动，如果在他晚上躲到校园里面睡在校园，第二天早上学生进来的话，这个危险性是很高。所以我们昨天下午的时候就要求教育局临时发布、紧急发布，台北市所有的学校晚上不开放，然后早上在学生来之前要先完成校内的巡视一遍。可是即便是这样，还是很多民众人心惶惶，因为你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你也不知道他会有什么状况。所以我们还是想呼吁法务部，如果你戒护处分是在一般的医院，像基隆医院是一般医院他有很多长辈小朋友他如果走出来，如果他当时就在医院内做出一些什么状况的话，那对于民众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如果这个医院有戒护处分的犯人的话，一定要跟当地的警察局要保持联络，然后做好他们的行为管束。来，柯老师嘛，我个人觉得说他这个思觉失调症特别他具有幻听。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如果说你仔细来看他稍微有一些的对话的话，你是可以辨识出来的。可是，一般人恐怕没有办法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知觉那我必须要说，这就像个不定时的炸弹。像我们今天就有一些的这个化妆师，他就很担心自己小孩，他们住在台北市，很担心自己孩子，他们都已经开始在上网去 order 那个辣椒水，可以防狼疫，这个类似像这样。也不过就这样一个事件发生，就让所有的家长就非常的焦虑，特别是家里有女孩子的这个家长所以我觉得像刚刚淑慧有提到了，明明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而且它具有攻击性，我觉得具有攻击性才是让大家，而且他也没有带钱，而且他如果万一肚子饿的状况之下面，他会做哪些的状况？所以我不晓得蒋市长说他有所掌握，是掌握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当做是一个恐怕比一般大家所关切，应该是更放大来去看它。当你有掌握的时候，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更 detail 的一个讯息？我想淑慧刚刚说对了，就是我刚刚第一个反应，也就是说，可能是警政署在这个交接，这个警政署长高升之后，不应该是他第一个所要办的案子，就是来看台北市的这个新的这个局长为什么对这件事情的绩效到底是如何吧，对不对？这是他第一个案子也是引发社会最多关怀的一个案子嘛。所以我只能说，对于思觉失调的这个部分的后续，他在就医还有他后续的一些行为处理上面，我觉得这个政府还有卫福部这一方面，应该是做更小心的一个处理了。现在这个事情跟台中事情，大家都是很紧张那这里面背后有一个很深层的原因，我觉得会鼓励这样子某种程度的鼓励这样的事情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现在的政府是要废死要废死你看以台中这个案子来讲的话，就郑捷就几年前郑捷的10年随机杀人，捷运站随机杀人。今天的法务部长刚上任，立委就问他了，你对死刑的看法怎么样？他居然说，法务部原来说的是反对废死清清楚楚。前任部长蔡清祥反对废死，结果这个新的部长说，我要等大法官解释结果。大法官都是蔡英文提供的都他点名的，要他提名的这些人当然都是倾向于要废死废死的话，他说他做了结果以后我才执行。各位，那个已经判了多少年？而且不要忘了，那里面的死刑总共来讲的话，就是杀人的400多件吧，几百件，只有1件判死刑到现在都不执行。我觉得整个氛围就是因为民进党的他的 mindset 就是要废死，我觉得都跟这些事情有关系。我补充一下郑捷已经在2016年5月10号枪决伏法了，他已经被执行死刑了。对，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这2天的社会新闻呢，在我们新闻部都变成比较前面优先处理的对象包括台中捷运站的随机砍人案。我们看看后续，现在乘客是1伤1命危那今天最新的消息是，这个凶嫌的爸爸妈妈在镜头面前跟大众致歉。我们来看看。
台中捷运持刀攻击案件，洪姓嫌犯拎着黑色提袋走到汽车旅馆登记入住，身上穿的就是案发当天同一套衣服。警方调查，他早在案发前2天，5月19号晚间6点多，从台南搭高铁来到台中，7点左右入住七期汽车旅馆，直到21号上午退房，叫了一辆计程车离去，直接前往捷运水安宫站。洪姓嫌犯在11点03分搭乘计程车来到捷运水安宫站之后，来到1楼置物柜放置个人行李，接着他上到3楼，上完厕所之后，在10分钟后搭上了捷运列车，直接拿出作案凶刀来行凶。他大概是在1星期前从高雄入主某一个大卖场，事先就有购买。嫌犯供称，他早在1个星期前就在高雄入主一间五金行购买作案的2把水果刀和菜刀，放在手提袋里，一路搭乘高铁来到台中，似乎早有准备。根据了解，洪姓嫌犯个人脸书除了分享棒球比赛，也曾在2022年分享经典电影《12怒汉》的观影心得。电影描述的是贫民窟男孩被指控杀害父亲，12位陪审员原本11位认为他有罪，最后却大逆转，同意无罪的故事。只是洪姓嫌犯专程从高雄北上台中，选在10年前郑捷事件的同一天作案，在台中捷运持刀伤人，却在送医时还喊着“我不想死”。作案动机究竟为何，有待检警调查厘清。好，嫌犯才20岁哦，他是护专的学生。你看到他家住在高雄，他还特别搭高铁跑去台中犯案哦。那校方证实说，对他有情绪问题，曾经有情绪问题，所以呢，他申请暂停。本来他在医院实习的哦，很难想象，如果他在医院万一压起来哦，那更可怕哦。那砍人前，我们看到这一名嫌犯呐，他为了求心情平静，还一口气吞了8颗的镇定剂哦。那所以被送去洗胃，因为他身上有3把刀，他身上同时带了3把刀。然后呢，被抓了之后呢，他很激动的喊说：“我还不想死啊，我还不想死啊！”哦，可是真的。其他人也不想死啊，被你砍的人也不想死啊，观众朋友，其实很多我们这个社会很多人会去肉搜嘛，哦，就有人去查了他的背景，结果发现他的父母哦都是做医疗相关的，还开一个诊所哦。那他曾经啦哦，他的脸书被肉搜，曾经哦他有说过我主张台湾独立哦，那这个图片这个头贴，然后在同年5月换上了罢韩的头贴。也挺香港哦，像是这样子的标语啊哦。那观众朋友，我们再看看他的爸爸妈妈，我们刚刚讲也是蛮可怜的啦，跟郑捷的父母一样，第一时间出来道歉哦，鞠躬道歉，说是我没有把小孩教好。来，先请教议员。我相信哦，在座这么多立委跟这个议员，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其实这无论是中央跟地方政府，真的应该要通力来合作，不只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来赶快做这个防堵的动作，如果在前端透过校园的机制。那有更多这个辅导的资源，像这个之前哦，这个卫福部有在推，就是让年轻朋友有这个心理咨商的这个免费的，对，那真的不够用，那真的不够用。好，那不论是中央或者是地方，我们都希望大家一起看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资源在投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预防的层面。那不过我也想稍微回应一下，我刚才就说。有这个基隆这个杀人未遂犯哦，在戒护期间现在趴照到台北市，其实是双北啊，整个双北地区现在都人心惶惶。我认为当然第一个，我觉得通报时间真的要加强。那现在在台北市，我相信不只是在台北跟双北，我都希望可以启动更多的理通报的系统，因为除了是校园空间有可能好之外。大众运输工具，甚至是公园，那很多或许是这个目前的天罗地网，就警政系统的监视器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掌握到的地方。那如果说在已经确知这一个嫌犯，他的这个路径范围，那有没有可能更多的通报给，例如说辖区或者是里基层的系统，那让这个基层的居民朋友也可以提醒说。这个凶嫌
身着是什么样的服装，它有什么样的特征，让大家可以提高警觉。那我非常认同是说，这个一定要把它当成是严肃的事情。我们不希望刚才有终结的事情发生。这个目前大家现在在查缉当中，在双北淘气的这个案子，我们有机会防止悲剧的发生，应该要赶快来动作。来，国成委员，我想我们要仔细稍微来判断一下。今天发生基隆这件案子或终结这些案子，到底是社会治安问题，或者压力问题、情绪不稳、幻听幻觉，这医疗的问题要不要纳入？这个社会网，你到底现在社会网到底做得怎么样？怎么这个社会网做了这么久？问题还这么多。10年前的郑捷到现在还是有随机杀人，这政府少谈一点政治，好好谈这些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我是真的啦，我蛮建议，执政8年到现在你们还继续执政，这种情况。政治真的少用，这些社会网的治安问题，我们要去重视。到底是医疗的缺陷，或者是那个社会网不足，这些难道都不要去探讨吗？所以随机杀人，你说我看到电视看到他说20岁，他说他不要死，那我要讲一句别人的不要死，为什么你要让人家死？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心灵有问题嘛。那你政府要不要去重视这个问题？我还是建议政府少谈政治，多谈一个社会网的安全问题。因为终结这个案子啊，跟这个郑捷案呢，就是同一天，所以这个恐怖的巧合哈，就是想起来觉得蛮惊悚的啊。我有几点哈，我就要提醒大家啊。第一个就是说，终结因为发生了那个长发男不是很英勇的把他给拦下，请大家不要学，对，就是说不要如果说很不幸的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第一个很重要还是赶快逃，保护自己，对，保护自己逃还是很重要哈，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这个长发男，他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制服他们，而且他也受伤了哈。第二个就是说，你这样子冲上去要去夺刀的时候呢，他不预期的有很多种凶险的状况发生了哈。所以说大家碰到这种状况，就是不要学，然后还是要逃哈。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比较激动、情绪激动的这个网友就到这位这个20岁的这个男生的这个父母那边去肉搜哈，然后在这个网络上面呢，这个留言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情啊，这个是这只会造成一个更大的伤害啊。第三个就是说，因为现在呢，整个还要在这个侦讯嘛，才会有比较完整的图像。那现在有添加了很多像比如说政治性的啦，说他是主张台独啦，然后今天为什么选择台中呢？因为呢高雄呢是绿营执政所以他到台中来犯案。然后为什么不到台北呢？因为台北的这个人太多啊。然后呢，就说，所以说就有添加了很多政治性的这些的讯息在这个案件里面呢。我想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都是不必要的啦。是没有错。其实乃金讲的这个也是我想讲的，因为媒体铺天盖地在说这一名长发男子的确他很英勇他救了其他人，可是真的很危险，就不要学。他本身是一个健力好手所以可能不要一直鼓吹或者传播这样的讯息。有一些可能年轻人就想说我要去当英雄，结果可能会伤了自己啊。对我个人觉得，就像我赞成林委员刚刚所提到的，这整个社会安全网，你应该把它破口放在什么地方？我跟各位报告，我们台湾平均放在每一个人心理卫生的这样的费用，一个人27.5块，好不好？这个越南还有32点多，现在只有27.5块，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大家是对于这些所谓思觉失调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里面，你可能有一些方式来做处理。可对于像这个所谓医护的学生来说，他是情绪的困扰，而这样的学生目前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压力，不管你手机，不管是短的讯息，让你没有办法有结构性的思想。像这个孩子的这个情绪困扰，其实是非常的多。有关于这个他们心理卫生的健康的这个层面上说，完全不能把它做问2分法，好像这些是算是正康，这些算是比较只有思觉失调的，这个完全不是。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场合里面会有不同的压力。那在这种压力之下面，你只给我们每一个人放成27.5块的这样的一个经费，是不足以来涵盖。希望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社
社会，这些孩子的爸爸妈妈需不需要心理健康？他当然需要啊。他这个孩子的所谓的情绪问题不会是一触即发，而是长期的累堆下来的。那这么长期累堆下来里面，照顾这样的孩子，父母亲需不需要发现？需不需要去跟所谓的咨商员来去做一个情绪的一个出口？这都是环环相扣的，这才是整个社会安全网。这个预防性本来就是要把它完善的，而不是在发生完事情之后，我们来讨论他就跟郑捷致敬。他在跟郑捷致敬之前的这10年当中，我们的安全网到底从我们这个心理健康的这个部分，这个政府到底为了我们做的什么？现在赖清德总统上台之后，他也强调社会安全法，有。可是大家一直心目中的那种感觉，一定想说长照的费用会不会增加啦？大家老有所依啊，然后。